老朋友了。大概2周前我们在新疆塔县，然后一起拍塔吉克婚礼哦。没想到就是2周后我们在大凉山又遇见了。这是你第一次来大凉山过火把节啊，你有什么感觉呢？我觉得很过瘾，就是因为我也去过云南，然后云南那边有很多的彝族，但是我第一次到大凉山就会发现，哇，这个地方的彝族的文化这么的浓厚。然后昨天看见了好多盛装打扮的那个帅哥美女，真的是特别的养眼。1年前我来大凉山西昌时，了解到罗吉山在大凉山很有名，所以拍摄完布拖县火把节后，我和朋友严搭车去罗吉山，打算去体验一下国内罕见的藏在罗吉山深处的温泉瀑布。到了西昌客运站啊，现在要换乘去罗吉山镇。这是一个切碎版的大凉山汉堡啊，一个土豆辣椒面。我打了一辆车，然后他送我们到里面。我们从布拖过来的。布拖哦，从我接到你过来的。从布拖，都是阿都文化。这就是我今晚住的房间，一个标间啊，电视。贵宾专用，窗外就是这么一个150块钱一个晚上。但是这里因为它在一个很小的乡村里面嘛，住宿特别少，然后这个属于是最便宜的了。马不停蹄的剪片子了。罗吉99里温泉瀑布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普格县，坐落在远近闻名的罗吉山脚下，距离西昌市约50公里。昨天我们来踩点时，就看到这里的瀑布冒着热气，温泉水自高山岩壁上飞泻而下，形成了难得一见的温泉瀑布。而周围群山环绕，峡谷幽深，景色秀美。该景区的全日票为190元，早间和晚间票价140元。哇，这个，哦，好刺激啊！到了，汽车开了约5分钟吧，就到了这里了。下了汽车以后，就听到巨大的瀑布声。一个大姐背着一大袋的土豆吧。你们是从哪里背上来的呀？下面你们下车了。哦，8点25啊，这里有不少游客了。这里是更衣室。那个瀑布的水啊，能冒着热气，它的温度有40度。可以看到那个水非常的清澈，而且有一丝碧绿的光彩啊。你像这些浴巾、浴袍啊，都是背到下面，然后去进行消毒清洗，然后又有工作人员再背上到这个更衣室，由游客进行更换，这样子。您体验的是温泉中的顶级贵族，建议不要冲洗，流于皮肤对身体好。一只猴王啊，在屋檐上。还有酒上这个。好，谢谢。在更衣室取了一件浴袍吧。这是早上8点半的罗吉99里瀑布温泉瀑布啊。到处都有这个温泉瀑布，只是大小不同而已。刚才突然从路边窜出一只猴子啊，嘴里叼着一瓶果汁。这里猴子还挺多的。越往这个山谷里面走呢，这个温度感觉就是湿冷的，要赶紧把这个浴衣给披上了。你在这里感觉冷飕飕的，但是你离那个温泉瀑布越近的时候，你感到一股热气向你扑来啊！因为这个温泉它是热的，它的水温有接近40度。哦，这些这么早就来泡温泉了，好舒服啊！你看，你这个下面也是冒着热气的哦。进温泉里面呢是必须要把拖鞋脱掉的。我现在先不泡温泉啊，我们先往这个峡谷的纵深里面走一走，里面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温泉，这个是落差最大的，落差有50米。
哇，这里的这个声音好大呀！如果你不想在这泡的话，还可以继续再往上探险啊。我在这里说话基本要靠吼，如果不吼的话，你们也听不见啊。你看，冒着滚滚的热气啊！这位大哥在这里泡舒服了，要换一个地方。温泉的形成原理和地热息息相关，雨水通过地表裂缝进入地壳深处，地壳的岩浆或热源会加热渗透进来的地下水，通常每深入地球表面1000米，温度会上升约25摄氏度。水不仅被加热，还会与周围的岩石相互作用，溶解其中的矿物质，如钙、硫、铁等，赋予温泉独特的成分。这也是古往今来人们相信温泉具有疗愈作用的原因。然后那位景区的工作大姐告诉我，她说上面那个大大的温泉池，它的水温最高的能有40多度。那我现在就直接爬那个温度最高的一个大温泉池啊，大概从这里上去的一个落差有100多米啊，它有很多的铁阶梯啊。Let's go！ 它要爬那么多的阶梯，然后一路来到那个大的温泉池。工作人员告诉我，爬大的那个温泉池要走这条路。哇，这里真的是溶洞啊！你看那溶洞一直在滴水呢，而且它有一点灯光的设计啊。哦，好漂亮呀，好漂亮，好漂亮。在1600多年前，古人在《华阳国志》中记载了该温泉瀑布。温泉穴，冬夏常热，夏流洗澡治疾病。哇，看来要泡这个大温泉瀑布不容易。你看这个大概有45度的一个陡阶梯啊，继续爬。我感觉上面大的温泉池应该人不多，因为中老年人可能爬这么多阶梯还挺辛苦的。哇，这是一个悬空的观景台啊！哎，挂壁温泉水温高的。哦，那个叫挂壁温泉啊。这边叫龙洞温泉。哦。我水晶的小一点。哦。越往高处走，这个人越少啊！大概爬了应该是有100多米了吧？你看下面的人都变得那么小了。没有这些温泉啊，这个峡谷也是很漂亮的。昨天飞无人机的时候，它就是一个很狭窄的，但是非常狭长的一个山谷，两边壁立千仞的。一条小溪的话非常清澈。还挺远的。诶，为什么没水？这位大姐说这个池子在消毒。那个温泉那不是一年四季都有的吗？怎么还能干了呢？这就是挂壁温泉了。工作人员告诉我，这个是整个。你看，一个人都没有。哦，这里有卫生间。来了来了，哦，哇，哇，这个水好热啊！这个水我感觉不止40度吧。你看那个池子啊，一个小小的池子有10来个人。这个水温就是我认为最舒服的水温，它如果热一点或者再冷一点都没有达到最好的状态。
下去喽。那位阿姨告诉我，就是一年里面游客最多的就是这2天了，也就是7月中下旬嘛，因为这个时候放暑假嘛，家长带孩子来。另外一个原因是，火把节刚结束，然后呢，这里离火把节的主办场就是普格县呢又比较近嘛，很多人呢看完火把节，然后呢就顺道来看这里玩一下。危险，请勿靠近。运用一些铁丝网把这个山石给裹着了呀。那你看，要是没池子，我看没，反正这是完了，我手机看，我们这个往那个上面看。哇，一条铁索桥。他们现在下去泡那个小温泉，河谷的小温泉啊。泡完这个呢，我们再去泡，就我最期待的瀑布温泉。它有一个水管的，它应该是从哪里抽来的这个水温泉啊。像旁边女士们泡的这个温泉呢比较浑浊，它大概有20多到30度左右，而现在旁边这个比较清澈的话，我感觉就10来度的一个水温啊，特别舒服啊！它这个水的话有一种浮力，就像是你游到死海里面一样。这个胸膛感觉闷闷的。是不是泡温泉都会有这样的反应啊？现在我们去泡这一个终极的瀑布啊！哇，天底下有温泉不奇怪，有瀑布不奇怪，但是有一条落差达50米的温泉流出来的瀑布，简直太神奇了！它的水温有接近40度，特别舒服。哦，这里是家庭出游的一个绝佳胜地啊！一到暑假以后，就是很多妈妈会带着小孩子来这里玩。这个位置好像是一个拍照的一个很好的打卡机会啊！大家排队着在这里跟它身后的瀑布合影。非常长的。在来景区的路上，我看到了宣传牌上写着“地球上只有一个温泉瀑布”。现在咱们逆着这条河流，然后呢能够走到那个温泉溶洞里面。因为这个石头特别滑，所以它两边有这个铁栏杆给你扶着，防止你被大水冲走。还站了微微，不要听微微的话。都有缺杯了。哎，微微，你要陪着走起。哦，这里它的水就没那么深了，它上面是那个沙子，脚下还挺舒服的。这里是一个溶洞里面的一个温泉瀑布。哇，怎么说呢？我觉得这里还有点危险啊，因为如果你身高不够高的话，在这里真的会溺水啊。虽然这里它是有瀑布、有温泉、有溶洞的那种，就探险的感觉啊，洞穴探险的感觉，特别爽。
水流大到足以把我就是站的都站不稳，感觉。它这里也有一个小溶洞，因为它没有阳光照到，所以它感觉没有那么好看。因为现在快到中午了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了，所以早上来的时候人是最少的。对，你说。我本来以为我们赶上了人少的时候，结果我们成为了这么多饺子中的一个。我还差那个地方没玩过，我现在要穿到那个池子里面去。哦，我都没发现这里有个入口哎，我刚才没发现这里有一个小的阶梯，从那个阶梯走下来以后，然后就来到这里了。这里的话，哇，这个你看，这那种钟乳石还在滴水。哦，这个好矮啊，大概就1.4米吧，你需要弯腰然后才能穿过去。哇，这还能过去，没想到，有点难度啊，因为，出来了，感觉来到这里就柳暗花明的感觉，你看，这里感觉没有人进来，因为这里太幽深了，这边还能过，这个过道好窄，又低又窄，哎呀，这里还能过，这个过道又窄又低。过来了。过来就感觉柳暗花明的。你先过吧。哎呦，我跑到上面去看一下。下面还有一个池子，我看一下怎么下去啊。哇，小朋友直接游过去的。
你看这个多小呀，多窄呀，这个过道。你看啊，这些石头都很光滑的，这样哇！我刚才穿越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差点就感觉喘不过气来，而且你看不到前面的路，所以我就往前伸一探哦，然后就感觉来到了一个开阔的空间。我宣布，这里是罗吉99里温泉瀑布最隐秘的，也是最难抵达的一个地方。现在要回去啦！哎呦，可以看一下它的石头啊，它突然这么探出来一根像牙刷一样的那么一个东西。温泉水饮用处啊，好像有各种好处，可抗衰老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很高兴你看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请记得帮我点赞、订阅我的频道，这对我有很大的帮助，谢谢。我是阿树，我们下期见。